两场梦正在影响亚洲的现实世界。2025年7月，原本是盛夏旅行旺季，如今却被两位来自日本与泰国的梦之先知所预言的灾难笼罩。人们开始恐慌，游客纷纷取消赴日行程，旅行社损失惨重，社交平台上一片猜测与焦虑。他们是谁？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？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个也许不会到来的末日7月？又到了预言纷飞的季节。这一次，预言的主角是怪兽级海啸。两位来自亚洲的女通灵者，一位是泰国人，一位来自日本，分别透露了令人背脊发凉的预见。一场超大规模的海啸可能会在太平洋火环一带引发，重创多个沿海国家。根据他们的说法，这场灾难很可能源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某个海域，威力之大，恐怕足以留下毁灭性的足迹。其中一位比较模糊地表示，这场海啸可能会在2025年7月或8月之间发生，而另一位则说得更明确，他在预知梦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了2025年7月这个时间点。你可能会问，我们干嘛要把这种预言当真？不是已经有太多世界末日预言，最终都被啪啪打脸了吗？确实，很多预言最后都成了笑话，但这两位通灵者可不一般，他们过去的命中率高得离谱，甚至可以说，连保加利亚著名的盲眼神婆巴巴万加都要自愧不如。如果不是因为语言障碍，他们早就成了国际媒体的宠儿了。事实上，已经有不少东亚游客听信了他们的警告，干脆取消了今年夏天前往日本、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旅行计划。如今，这些预言通过各大社交媒体迅速传开，我自己就是这么知道这件事的。第一位主角，泰国的神婆 MOR Ploy。咱们先来说说这位来自曼谷的占卜师 MOR Ploy。他的本名叫做 Navaracha Pinit-Lokarn， 不仅是博士学历，还据说在2010年前后突然获得了预言能力。他一出道就惊艳全场，预言了好几件重大事件，而且准确的令人起鸡皮疙瘩。一时间，他成了泰国家喻户晓的明星，各大电视台和报纸争相采访他。不过，真正让他出圈的是最近那场缅甸大地震，他居然提前就预言到了。消息一出，整个东亚都炸了锅，无数人疯狂在网上搜他的过往言论和预言，想知道他到底还有什么没爆出来的大事。在泰语里 ，MORPRA 或 MORDO 是对所有占卜师的通称，有点像算命先生这种泛称。Pura 完全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神婆，她看起来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泰国现代女孩，还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晒各种美照，打扮时髦，生活精致，完全没有那种神秘兮兮的样子。但她自称从小就拥有灵视能力，早在2014年，她就曾接受泰国最大媒体之一泰勒报旗下的电视节目 Tyrant Talk 的专访。在节目里 Pura 透露，从他记事起就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有时候是鬼，有时候是神灵。他那时候还以为大家都能看到，就像他一样。他家对面有一栋废弃的老屋，外表破败，空无一人，但小 Pura 却常常看到有人影进进出出。每当这时候，他就站在屋檐下，朝那些人挥手打招呼，笑眯眯地说：“你好啊。”可问题是，别人眼里那屋子根本就是空的，那些人根本不存在。他的家人和朋友见他老是对着空气打招呼，还以为他只是小孩子在胡闹，没人当回事儿。大家只是觉得这孩子有点古灵精怪，但没想到他是真的看见了什么。有一天，小 Pura 又像往常一样，看见一个陌生的老爷爷从废弃屋里走了出来，他立刻朝他挥手，但这次不一样，老爷爷也朝他挥手了。小 Pura 开心极了，一路小跑着穿过马路，跑去找这个爷爷聊天。就在大家以为他又在自言自语的时候，小 Pura 却站在那栋废弃屋的前院里，一边说话一边跳舞，时不时还咯咯地笑出声来，看上去像是在跟谁玩得很开心。家人和邻居看傻了，在他们眼里，那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啊。大家慌了，
赶紧冲过去把普尔拉回来，生怕他突然疯了。可小普尔却拼命挣扎，说：“我才没有疯，我在跟叔叔玩游戏呢。”邻居们听得毛骨悚然，有人鼓起勇气进了那间破房子一探究竟。结果一进去，全都傻眼了，屋里居然有一具老人的尸体。就在众人惊恐万分的时候，小普尔却一脸淡定地跑进来，指着那具尸体说：“就是这个叔叔啊，他刚刚还在陪我玩捉迷藏，从那以后，整条街都知道了。这个小女孩不仅能看见那些东西，还能跟他们互动。从此再也没有小孩敢到他家玩，当然更没有人敢欺负他了。”随着年龄增长，普尔渐渐发现，自己不仅能看到普通的灵体，还能看见各种神明。他甚至见过印度教神祇黑天，而且能与他沟通。当小普尔把这些他看到的事情告诉父母后，父母既震惊又害怕。毕竟，换谁听说自己女儿天天和灵体打招呼，心里都会发毛吧。于是，在他青少年时期，父母带他去看了心理医生。医生对他做了一系列检查，最后的结论是，他没有精神疾病，一切正常。听到这话，父母松了口气，但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他，以后见到什么也别在外人面前乱说，免得别人当你是疯子。从那以后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普尔越来越少跟人提起自己的特殊能力，朋友也渐渐疏远了他，他选择了把一切都藏在心里。但事情在他大约20岁时发生了转折。那一年，一个神秘的灵体出现在他面前，那是一位长相庄严的男子，形象和佛教、印度教里的阎罗王非常相似。这位阎罗神不仅没有伤害他，反而主动与他接触，并教他如何看相算命，甚至赐予他预知未来的能力，还告诉他，从今以后他应该以安莫尔普尔这个名字行走江湖。从那以后，普尔的人生就悄悄改变了。他开始为身边人算命、看面相、指点迷津，偶尔也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些对来年运势的预言。虽然那时候他还没什么名气，但他的预言总是越来越准，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他的动态。普尔的预言范围非常广，几乎无所不包，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变动到天灾地变，他都能预知一二。他自称是诸神的媒介，因为每次有重大事件即将发生时，神明就会提前来通知他。有时候是用声音，有时候是画面，有些画面清晰的像电影镜头，有些则模糊如雾。虽然普尔有时候并不完全理解自己接收到的信息，但他一直觉得他是神的传话人，职责就是忠实的转达，所以他从不加工，也不解释，只是原原本本地说出他听到或看到的一切。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2014年。那年，泰勒报刚刚创立了自己的多媒体访谈节目 Tyrus Talk。 为了吸引观众，他们开始邀请各种有话题性的人物来上节目。Amor Pura 被选中了。原本节目组只是想做个轻松的专访，结果他完全不按剧本来，直接在节目中抛出了2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未来预言。第一个预言，他说，不久之后，东南亚将发生一起震惊世界的重大航空事故。最诡异的是，这场事故不会留下任何清晰线索，就像飞机突然凭空消失了一样。还没等主持人反应过来， Pura 又接着说出了第2个画面。我看到一艘船，上面载满了孩子，然后他在大海中消失了。结果就在他说出这些话之后，短短2个月，2场灾难接连应验。2014年3月，马航 MH370 航班在飞往北京的途中神秘失踪，没有求救信号，没有坠机残骸，至今下落不明。10多年过去了，这架飞机依然是谜中之谜，成为现代航空史上最离奇的失踪事件之一。而就在接下来的2014年4月，又一场悲剧发生了。一艘名为世越号的韩国客货轮突然沉没。这艘重达6825吨的巨轮原本从仁川出发，载着乘客与货物前往济州岛。就在4月16日的清晨，它突然在海上倾斜、翻覆，沉入海底。船上共载有780多名乘客与船员，其中250人是高中生。
是的，这正是一艘满载着孩子的船。这是韩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海难事故，不仅全国震动，连全世界都为之哀悼。直到这个时候，观众才恍然大悟，他在节目中说的那些画面，竟然全都是真的。Mr. Pura 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算命师，他是个知道未来的人。从那之后，各大媒体开始纷纷找上门来，想采访这位能看见未来的女人。不过Pura 并不是每次都接受采访，他很少露面，只有当他感应到大事即将发生时，才会现身说法。时间来到2015年6月，他接受了一本叫《女性》杂志的专访。就在节目拍摄现场，他站在一张世界地图前，盯着马来西亚的位置看了很久，然后缓缓伸出手指，指向了首都吉隆坡。他说得很含蓄，但语气坚定，马来西亚这边可能会出事，在吉隆坡会有一栋很有名的建筑物失火。采访团队当时都觉得这段话挺怪的，但也没多问。结果不到20天后，吉隆坡五吉阿曼的小山坡起火，而火灾发生的地点正是那栋皇家马来西亚警察总部大楼。这起突如其来的火灾连烧数小时，引发大批媒体关注，连续几天都在新闻头条。而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， Pura 又一次提前看见了。这次不仅泰国人震惊了，连邻国的人也开始重新审视他的神秘力量。进入2024年下半年， Pura 又一次接受 Tyreth Talk 的专访。这次采访本来只是例行谈话，没想到他突然话锋一转，说出了一则即将到来的地震预言。大概在2025年3月或4月之间，缅甸一带会发生地震，虽然会波及泰国北部，但影响不会太大。他话说到这，突然停顿了一下，像是脑海中又浮现了什么画面，随后补充了一句，让现场气氛瞬间安静了下来。曼谷也会受到波及，建筑物会摇晃。主持人听到这话时，脸上明显露出怀疑的神色。毕竟泰国本身并不是地震活跃带，尤其是曼谷几乎没发生过大地震，所以他下意识地觉得这次 Pura 可能说错了。但现实再一次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。2025年3月，缅甸真的发生了地震，而且就像他说的那样，虽然震中不在泰国境内，但曼谷的多栋高楼却明显摇晃，民众纷纷跑到街上避险。社交媒体上视频与照片刷屏，整座城市陷入短暂恐慌。这突如其来的晃动，瞬间让所有人想起了那期节目。Pura 又一次预言成真了。到了2025年4月， Pura 再次现身。这次他一连出现在2个泰国最有影响力的节目中。先是在泰国最大娱乐媒体集团 GMM 的热门脱口秀中亮相，随后又进入了泰国知名主持人乌迪的直播间，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与恐慌。他这次说的话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可怕得多。下面我们一条一条来揭晓他的预言内容。第一条预言，泰国将遭遇非正常洪水。在 GMM 的节目中， Pura 这样说，在2025年6月至7月之间，泰国某个以 K 或 Kai 开头的省份必须高度警惕，那里将会遭遇洪灾，但这场洪水不是因为下雨，而是来自海水或地壳的异常波动。主持人一听，立刻意识到不对劲，不是下雨引发的洪水，唯一的可能是海啸。Pura 点头，没直接说海啸2个字，但他明确表示，这是一种类似海啸的灾害，而海啸的背后往往是地震。这一席话让现场一片寂静。节目播出后，整个泰国社交媒体瞬间炸锅。他是在说会有海啸，是又要来一次2004年那样的惨剧吗？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至今仍是东南亚的集体创伤，成千上万人丧生，泰国南部也伤亡惨重。如今 Pura 再次提到海水异动、地壳波动这些字眼，无异于拉响了警报。许多泰国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，听到海啸2个字，我整个人都抖了一下。在乌迪的直播间里， Pura 终于把这场灾难的画面说得更清楚了。他沉着地说，这不只是泰国的事儿，这几乎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。他预言
火山即将爆发，但不是陆地上的，而是海底的火山。他说，有一圈火山正沉睡在太平洋海底，其中一些小火山将会先后苏醒爆发，真正的大火山还在蓄力，等它爆发时，将会引发连锁反应，形成海啸。Pura 明确指出，那些泰国人最喜欢去旅行的地方，会受到这场灾难的直接冲击，会有游客遇难，会有大量人员伤亡。他用了一个奇特的词来指代这其中一个国家 ，sashimi。主持人一愣，但 Pura 解释说 ，sashimi 就是生鱼片，而最出名吃生鱼片的国家是日本。他的意思非常明确，日本还有印尼将成为这场海底火山灾难的重灾区。这两个国家不仅火山密布，位于太平洋火环上，而且都是泰国人每年暑假最热衷的旅游目的地之一。他还特别强调，这次海啸的成因不是因为风暴，不是因为大雨，而是因为火山链加地震链的联动爆发。Pura 没有说具体的日期，但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时间段：2025年7月，这个他曾多次在节目和预知梦中提到的时间节点。而在那之后不到1个月，网上大量流传他说过的一句话：人类总是在大灾难发生之前，才想起要相信神。他过去那些几乎超现实的命中预言，实在令人惊叹。而也正因为这些潜力，才让他这次关于2025年7到8月海啸灾难的预言，听上去格外让人毛骨悚然，甚至隐隐带有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感。根据我反复观看的节目内容，他在 GMM 的采访中确实说过，将在8月之前发生。但他真正的意思是，最迟到8月底，并不是只限于6月和7月。我们可以确定这一点，是因为他在随后参加乌帝的直播节目时表达得更加明确。他亲口说，时间就是7月和8月。也就是说，整个7月、8月都是危险窗口期，重点就在眼前的这2个月。自从 MORPLAY 成功预言了缅甸地震之后，他迅速成为网络自媒体、播客争相邀请的嘉宾。他也变得更加开放，愿意分享自己童年时的超自然经历。例如，在2025年4月12日发布的一期采访中，主持人问他：“你小时候看到的那些灵体到底是什么样子？” MORPLAY 也毫不避讳，娓娓道来：“小时候，我看到过很多灵体，比如有些灵体会待在路灯下面，有的穿着校服，有的是黑色的，有的是白色的，连眼睛也有黑色的，也有白色的，数量很多很多。有时候他们会来找我帮忙，但我那时候还小，帮不了他们。”他的这段话不仅让人联想到街边孤魂野鬼，也传递出一种童年时期独自面对灵界的孤独无助感。他不是故意寻找这些存在，而是天生被看到。随后，主持人又问他：“那位教你看相、授你预言能力的阎王，他长什么样？” MORPLAY 回答道：“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看起来非常巨大，身边有很多火焰，你会觉得非常热，是那种被火包围的感觉。巨大和炽热成了他对这位冥界之王的关键词。这并不奇怪，在很多宗教经典中，神的显现本就常伴随火焰与赤光。比如在圣经以西结书中，先知以西结看见耶和华降临宝座时所见的形象也是，仿佛火焰之中有一个如人形的存在，从腰以上如闪耀金属，从腰以下如烈火燃烧。这种跨文化的神秘共鸣，仿佛在说明，神明出现时，人类的感知最先捕捉到的不是语言，而是炽烈的存在本身。关于马航 MH370 神秘失踪事件，有人曾当面问 MORPLAY：“ 这架飞机以后还有可能被找到吗？”他的回答让人不寒而栗。金三角可能是指类似百慕大三角那种地方，在那里，那个神秘的三角地带磁场和能量发生了变化，它 MH370 就是因为这种变化而坠落的。他接着说，可能在几十年后，人们会在某个地方发现残骸，但不是整架飞机，飞机上的人已经不在了，你能看到的只是机体的碎片，也许是40-50年之后的某一天。这番话对一些人来说，
也许算是一种迟来的希望。但如果你是那种依然相信乘客们还活着，只是被困在某个时空缝隙中，多年后会毫发无损地从某个时间之门走出来的人，那你可能要失望了。在2025年3月28日，缅甸地震发生后的几天内， YouTube 频道 King Thailand 发布了一期泰文视频，对 MORPLAY 进行了采访。主持人问他：“你是怎么知道这场地震会发生的？” MORPLAY 语气凝重地说：“这场地震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。”这句话不仅是对自己预言的再一次验证，也透露出一种他少有的无奈与人类式的惊叹。即便看见了未来，也不一定能完全把握它的全貌。在谈及那场缅甸地震的预言时， MORPLAY 解释说：“我之所以会说出那个预言，是因为当时我看到了一张泰国地图，在曼谷周围，我看到地图上裂开了很多道缝，就像有很多分支状的裂痕，所以我才有了那个预感，说出了那个预言。”他接着补充道：“我还看到一些建筑物倒塌的画面，但当时我以为是在缅甸，不是在曼谷。但后来他意识到，那些可能正是他所看到的。曼谷在2025年还将继续遭遇地震后的余震，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”在另一场由 YouTube 频道 CD Chai 于2025年4月7日发布的采访中， MORPLAY 更进一步解释了他传达神意的角色。他说：“我第一次提到那场地震，其实不是故意要预言，我们只是聊天，聊着聊着我就不小心说了出来。”他低声补充：“我有时候能听到一些耳语，他一直在说，一直在重复，我就要把我听到的说出来，而且我必须要用最温和的方式告诉大家，因为我是他们在人间的代言人。”他甚至说：“如果我不说出来，我会被骂。那个时候我就是害怕被骂才开口说了。”这一段话揭示了 MORPLAY 最深层的心理动因。他并非主动去追逐预言或名气，而是像一个被选中的信使。他不是想说，而是不得不说，因为对他来说，那些声音不是幻想，而是某种他从小就必须服从的天命。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有意思。我不记得还有哪个预言者、通灵人或神秘主义者会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害怕被灵体骂。这听起来几乎就像在说自己有一个灵界的家人，一种近乎家庭关系的亲密又带点权威压迫感的存在。但我又忍不住想继续追问，那他们是怎么骂他的呢？是大声怒斥，还是用某种念头、画面、情绪压迫？如果他哪天真的承受不住，感到悲伤或沮丧，他能不能去看心理医生，说我的灵界家人最近对我特别凶？医生听了会不会直接开一瓶抗焦虑药？回到他的预言本身，特别是在 GMM 节目里，在他成功预言缅甸地震之后，他还补充了一则让泰国民众警觉的短期预言。今年泼水节期间，即4月13日到15日，会发生洪灾和火灾事故。这句话在当时被许多人忽略了，但节目播出后不到2周，全国多地确实因极端天气与电线短路引发了多起火警与积水事故，有几起甚至上了头条。当时主持人听到他说泼水节会下雨时，还带着怀疑语气反问了一句：“怎么可能？夏天怎么会下雨呢？” MORPLAY 只简单回了4个字：“就是会下。”然后呢？还真别说，他又一次说对了。在曼谷的泼水节期间，4月13日至15日，不但下起了雨，甚至是一场大暴雨。而在清迈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冲毁了沿河搭建的临时摊位和桌椅。幸运的是，因为提前收到预警，游客们早早就撤离了现场，没有人受伤。又一次 MORPLAY 的神准预言让人目瞪口呆，他似乎连节假日的天气都能看见。不过他的预言可不止于此。在那期 GMM 的采访里， MORPLAY 还透露了一则关于曼谷地标建筑的惊人预测。他说，在这次地震中，曼谷有一栋受损的建筑将会在接下来彻底倒塌。他没有指明是哪一栋，但这句话一出，立刻让很多泰国网友在评论区疯狂猜测，是商场、
是高楼，是哪个旧住宅区。而一旦真的发生，那就不仅是天灾那么简单了。不过 MORPLA 并没有明确指出那栋即将倒塌的大楼具体是哪一座，也没有说明确切的时间。他只是说，是那栋已经受损的大楼，它会倒塌，人们会再次从里面惊慌逃出。是一栋很大的楼，里面的空间是空的，我感觉那栋楼并不是工人居住的。这番描述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猜测，有人怀疑是空置的办公楼，也有人认为是未完全启用的商业大厦或展览中心。在主持人乌迪的直播节目上， MORPLA 进一步延伸了他对曼谷未来的预言。他说，住在高楼里的富人们会慢慢开始卖掉房子，搬到别的地方，这些高楼会开始出现问题，到最后根本没人敢买，没人要住，甚至会被荒废。他还补充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警告，政府的办公室可能也会被迁到其他省份去，远离高楼，越远越好。这段话不再是对某个具体事件的预言，而是某种城市结构变化的远景警示。在 MORPLA 的描述中，高楼不再是身份与财富的象征，反而可能成为风险的集中地。而这背后隐隐传递出的是一种更深的讯息：繁华、中心、权力密集，终将疏散、崩塌、转移。MORPLA 还预言，今后很多住在曼谷的人会辞职、离开，搬到其他省份去生活，而他们留下的职位将由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接替，比如来自缅甸、老挝、柬埔寨等周边国家的人。他甚至断言，泰国经济将面临严重问题。可以想象，如果你是一个住在曼谷高楼里的普通人，当你听到这些关于未来的可怕预测时，可能还没等地震来袭，心里就已经开始发抖了。MORPLA 眼中的未来是一个充满动荡与不确定的泰国。他没有说世界末日，但他描绘的是一种秩序正在解体、原有结构在瓦解的时代感。在泰国，尤其是那些常年关注 MORPLA 的信徒与观众中，这种情绪正在悄然蔓延。如果他关于7月到8月的火山爆发与海啸的预言也再次应验，那么接下来发生的可能就不只是自然灾害了，而是信心崩塌引发的房地产市场的大规模抛售与恐慌迁徙。人们不是怕地震，怕的是未来不再熟悉。这才是 MORPLA 的预言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不是神迹，而是崩塌感。对现实的信任，对社会的秩序，对城市的归属。看到这里的你，如果此刻正准备趁着房市动荡低价入手曼谷高层公寓，请务必冷静3秒钟，别被捡便宜的心理牵着走，因为接下来这段预言让人几乎要忘了买房这回事儿。MORPLA 曾在10多年前的一次物理节目中抛出了一则近乎启示录式的预言，它的内容令人不禁联想到20世纪美国睡着的预言家埃德加·凯西曾说过的那些话。他说，再过78年，地球的地图将被彻底改写，陆地会变得极其稀少，剩下的可能连1/3都不到。这番话在当时几乎没人当真，但回看这些年，他一路命中的大大小小事件，从失踪航班、沉没渡轮、缅甸地震、泼水节暴雨，似乎每一次我们轻视的，最后都悄然发生了。他所描述的不再是某个国家、某个城市的灾难，而是一次地壳层面的变动，一次足以让文明归零的全球级重启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78年后，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？我们的子孙是漂浮在水上的流民，还是在新的大陆上重建人类的家园？这些问题他没有给答案，他只是说出了自己看到的，就像他一直以来做的那样。这就是 MORPLA， 那个说自己是神明代言人的女人，一个从小看见灵体、听到耳语，却一再告诉我们，我不是来吓你们的，我只是把我听到的最温柔地转述出来。事实上， MORPLA 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地球地图将彻底改变的先知。早在1934年，被誉为美国睡着的预言家的 Edgar Cayce 就在一次阅读中提到了一段惊人的预言，到时候世界各大洲将有大片土地沉入海中。
美国西部将被撕裂，日本的大部分将沉入海底，欧洲北部会在转瞬之间面目全非，而美洲东海岸的外海会有新的陆地浮现。他说，这一系列地质巨变将伴随南北极的剧烈地壳活动，热带地区的火山喷发，地球的极点也将发生偏移。原本寒冷或温带的地区将变得温暖潮湿，蕨类和苔藓会重新覆盖这些土地。凯西在预言中提到的时间是从58到98。他所说的这段时间其实不是指1900年代，而是未来的2058年到2098年。也就是说，凯西所描述的这一切将会发生在我们后代所处的世纪中叶，而不是遥远的未来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是来自泰国有灵体引导的现代女预言家，一个是100年前美国的灵媒说者，他们从不同语言、文化和时代背景中，却不约而同地看见了同一场末日地理大洗牌。这背后是巧合，是集体无意识，还是我们尚未理解的某种更深层宇宙节律？也许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全盘相信，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轻视、不嘲笑，而是带着敬畏之心看待这些被重复出现的信息。毕竟，每一个今天的笑话，可能都是明天的历史课本。凯西还在1934年的一次阅读中补充道，这一切将从58到98这段时期开始，那将是人们重新在云中看见它的光之时。这里的它指的显然是神性、启示或意识觉醒的象征。而凯西预言中提到的，日本的大部分将沉入海中，热带地区的火山将会喷发，正好与 MR-Plai 所描述的太平洋火山带即将苏醒，日本与菲律宾之间或将发生超级海啸，形成了惊人的对应关系。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？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当气候极端、板块不稳、地缘冲突、人类意识巨变正在同时发生时，这些横跨100年、不同文化的预言拼图，似乎正在一块块拼合起来，构建出某种即将到来的终极转变途径。也许，我们正身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局之中。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，不管你选择相信理性、灵性还是直觉，这一切都已经开始，而且很可能不会停止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 MR-Plai 所预言的那场即将到来的巨大灾难，其实早已在一位日本女性的梦中提前上映过，而且她梦到的时间点也是2025年7月。